你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兵变？我不能排除兵变的可能性，但现在看起来几率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确定中央很多人的不服气呢，像中共过去发生这种事情，历来呢地方都要表态嘛，至少到我们现在结果为止没有表态。5大战区没有人出来讲，军种兵种没有讲，集团军没有这样讲，沉默本身就是不正常。是，所以我们认为沉默本身就是软抵抗。军中呢，抵抗的心非常强，然后观望的心非常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最近大家最热议的话题之一就是2026年1月24号，中共宣布这个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还有总参谋长刘振立这个违纪违法然后垮台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发展到我们录影的现在呢，还是余波荡漾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当然我们各界呢，很多的这个网络上的大 V， 很多的这个媒体呢，都有很多的探讨跟推测。那到底呢这件事情到了现在来讲，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发展？以后呢又会有怎么样的变化？我想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所以我们还是请国际政治最权威、两岸问题专家、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闵居正闵老师呢，来给我们做最中肯最权威的分析。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的，我想呢，这个张又侠、刘振立两个人出事这件事情大家都非常关注那最近有一个说法，就是比较新的发展，就是说呢，这个中共的中央军委向这个军队呢下达的这些指令在他们两个人垮台之后呢遭到普遍的抵制，然后呢解放军报还有这些陆续发展这个刊出的这些社论就等于是一个对他们的一种定性的文件呢。照理说是各单位呢都要组织学习的，可是目前听起来呢好像也没有这方面的新闻。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也请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未来可能的发展？这件事情说起来真的是比较复杂，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不只是说大陆里面人关切，台湾关切，我看全世界呢都要关切这个问题。因为你把一个军委的2号人物，然后实际上是军队的1号的实权人物解决掉了，这个你要是没有一个非常坚强的理由的，或者非常说得过去理由的话，一般来说呢是有困难的。那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迹象，就是似乎这些困难正在慢慢浮现，就像我们上次预测一样，我们觉得这事情呢不会这么单纯。现在大家我看到大家普遍分析的事情都是集中在这个事情上面，就张又侠在军中多么重要什么等等，这些分析当然都对，但我觉得恐怕我们还在把这个图像再放大一点点呢，看更广跟更深远的话呢，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既然要这样看呢，我们先倒回去看一下。你记得我们去年10月下旬中下旬的时候，说起来是。我们当时做过一个新闻嘛，就是中共在开4中全会呢之前呢，一下就发布了说，多少人倒台什么等等，一下就官宣了9名3星上将，对不对？我们当时也非常震惊，所以我认为当时我也讲说，这事情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有后续。那现在后续来了，就后续居然是到这么大，所以也真的是坦白说，我们也真的相当惊讶。那10月17号呢，当时9个将军呢，我们很快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跟今天的事情呢，我认为还是有点关系。我们如果说以这个官阶排名来说的话，第一个他们官宣的当然是何卫东，就是军委的副主席，原来这个东部战区的司令员，军委的委员政治局委员。第二就是苗华也军委委员，然后他是最高的政治工作部的这主任。好，这第2个。第3个是何鸿钧，就军委政工部的副主任，而且常务副主任，就苗华的副手何鸿钧。再来是王秀斌，他是军委联合作战中心的常务副主任，这都是实权人物啦。再来林向阳，东部战区司令员；秦树桐，陆军的政委；袁华志，海军的政委；王厚斌，火箭军的司令员，这第4个了。再来王春宁呢，武警部队司令官。所以这些都是
几乎都是第一线的实权人物，是，要么就是这个重要单位的这个2号人物或常务副主任，这些都不是一般的人，爬到这个位置，你说他没有经过政审，没有经过什么，然后就能够平步青云走到这里，这个太奇怪了。所以一下倒9个，这个大家能想，说倒个2个都已经很吓人了，要倒9个，所以当时大家真的吓得就是下巴都掉下来了。但是当时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就问了个问题，我们说，如果这个何卫东、苗华是习近平大力保荐的，然后这个大力提拔，尤其何卫东一下从这东部战区司令员一爬拔到这个优秀到不得了，拔到军委，然后干了副主席，还当了这个苗华的顶头上司，这你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呢？所以当时我问了一个问题，是谁整他们的？是大家说啊，习近平。是看起来，因为好像一连串的这将军倒台都是习近平拔掉的，那难道这些也是吗？这些不是明明说的是他的这个左右手吗？那为什么把左右手拔掉呢？所以当时我们提了另外一个可能性，我们说有没有可能是别人，譬如说张幼霞。当时没有太多证据，只是从逻辑上判断有这么可能。那么也就是，如果真的像外传的那时候外传呢，当然现在已经是靴子落地了。当时外传就是习近平和张幼霞呢，有长期不和，有意见的冲突，也可能有别的问题。总而言之，就张幼霞什么生代工，有可能把习近平解决掉什么等等。然后习近平忌惮之余呢，就把张幼霞干掉了。在没有干掉之前，双方呢互检对方羽翼。是，所以当时我们的猜测之一就是，苗华跟何卫东呢不是习近平拔掉的，是张幼霞拔掉的。那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在张幼霞倒台意味着什么呢？那意味着那苗华跟何卫东呢是不是冤枉了？是是不是冤枉了？那如果冤枉的话，要被平反。那如果要平反的话，那还有谁要被平反？大家说怎么可能呢？这已经打下去了。大家不要忘记啊，中共经常这样干的。那我们上次不是讲吗？文革的时候打下去多少干部？那然后毛泽东死掉了，这个四人帮倒台之后，多少人平反？平反到最后一个部里面可以有19个副部长，然后每个那个公文上去之后，每个人都要盖个章、画个押什么等等，所以有过这种事情了。所以你说不可能吗？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所以逻辑上就是有这么可能性。当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在往后面看才晓得。只是因为中共的这些政治运作跟政治斗争呢太过吊诡了，所以我们才必须从各种可能性去推断。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至少我们推断的可能性呢，或者推断的可能性之一呢，有可能是真实的情况。是，我想刚才老师跟我们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件事情啊，1月24号这件事情并不是独立发生的。对，好，最早的一定是源于。这个甚至说绝对跟去年年底的时候9上将被拔掉，这绝对是脱不了关系的。有关联。那这9个上将被拔掉呢，就只有几种可能。逻辑上，第一个，这些人都是张幼霞的人，那这个全部拔掉了。那张幼霞没有被拔掉，如果这些人都是张幼霞的人，那张幼霞很明显就是下一个了。那他自己一定会觉得我被剪除羽翼，这种不安全感绝对是达到最高的。对。那第二种可能，就逻辑上讲，这些人都不是张幼霞的人。那如果都不是张幼霞的人呢？那居然能够被安排在这么重要的职位，处在张幼霞的这个旁边或下面，那显然的代表了习近平对张幼霞也是不信任，所以才会安排这么多不是张幼霞的人坐在这么多重要的位置上，像这个何卫东他是军委副主席嘛，对不对？就是坐在张幼霞旁边，当然地位低一点。如果就这个人张幼霞不信任，还被安排在那里，那张幼霞自己当然也会觉得很大危机。那第三种可能就是老师说的，就有些人是张幼霞，有些人不是张幼霞的人，犬牙交错。那逻辑上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代表说它里面的斗争已经到了刺刀见红的地步了。是所以衍生到现在那张幼霞垮台或者是这个垮台之后怎么被处理呢？如果是这么复杂的斗争形式，那当然就非常这个难以预料了哈。那还有呢，就是刚才老师给我们提到一点，我觉得很少人提到，就是如果呢这个苗华何卫东呢复出了。代表说什么呢？整错了。但中共历史上，老实讲说，整错的人被复出通常最重要的还不是那几个被整错的人复出，而是代表什么？这是政治运动。对，
政治路线要大幅变化了。对的，对的啊，所以这个当时邓小平帮很多人摘帽，好，就是说这些人整错了，好，然后这个甚至还早在这个邓小平还没复出的时候，好，贺龙死掉了，贺龙死掉的时候，啊，这个毛泽东呢还有去这个帮中央呢补开了追悼会，然后陈毅死掉了，啊，这个毛泽东还出席了他的追悼会，意思就是什么？这两个人整错了，整错了之后，大家就知道说，哎呀。这个路线要变了，这个有人有危险了，所以呢，如果像老师说的，苗华、何卫东这两个人回来了，代表整错了，不只是这两个人回来，代表什么？政治路线这个要翻转，或者是政治运动要来了，这个才是重点啊。对对对。那么这当然呢，这个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后面的故事啊，后面的戏就更热闹了。那目前来讲，不管怎么样呢，张幼霞的资历很深，军中的威望很高。这个实际上来讲，这个习近平是中央军委主席，大家知道，但是日常军队事务呢，一定是张幼霞主持嘛。习近平他有党啊、政啊、外交啊各方面的事情，所以呢，现在听说这张幼霞整了之后呢，被整了之后，军中很多人不服气，甚至还有这种兵变的传说。好，那这个到底有没有可能真的有兵变呢？我想这个是不是也请老师呢给我们稍微这个就目前看到的状况来分析一下？目前咱听到很多谣言了，然后网络上也看到各种各样的视频说各地方什么大量军队出动啦、集结啦、军车要有什么上了高速公路什么等等，这些当然都不能完全核实，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就是假设说你在这个共军里面，然后看见这些长官呢，你的长官过去几十年来你或者被他带过的，或者说没有带过，但是慕名已久的。现在一个个都成了腐败分子，拦路虎、绊脚石什么，然后什么等等等等。你对这个你自己前途有什么想法？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就是你对这些长官什么想法？第三就是你对这支军队有什么想法？这个很自然的，因为你在个公司里面，你都会这样想啊。是。你在公司里面，你放上面这些家伙全部死了死，逃了逃什么的，你觉得这个公司是很危险的事情吗？是。所以你觉得共军不会这样想吗？真的说这个解放军报几篇文章就能够解决问题吗？我觉得不是。但是中共他们自己也晓得说，不管怎么样，你整军人、整这些军头整到这种地步呢，一定是人心会动荡的毫无疑问，人心甚至会动乱，还不只是动荡。所以他们就想办法去安稳。那安稳的一个办法就是喊话嘛。那喊话怎么办？你既然是军中事情，就在军队喊话，所以在军报上面喊话。当然，因为事情是这个24号当天了，24号当天是下午3点多，这个军方出来讲的。晚上11点多呢，第一篇社论就出来了。我们上次不是讲过吗？直指他们这个5个什么严重这个严重那个什么等等，骂了很重，骂很厉害。好了，那比较有趣的，那天是24号，2天之后我们看到军报出了一篇文章，叫做《永远吹响冲锋号》，很棒的名词啊。是啊，他说身份没有豁免权，功劳不是抵罪权。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用一句俗话来讲，就前功不抵后过。你前面立了功了，但你后面犯了错，那犯错还是要追究的。所以身份没有豁免权，功劳不是抵罪权。那1月24号，你官宣了这个抓了这个张幼霞跟刘振利。1月26号这篇文章出来，你觉得应该是讲谁？张幼霞跟刘振利吧？是，一定一定是这样的嘛？才2天而已啊！我们把这篇文章读完，那非常有趣。这个是一个，这不是社论，但它是那个军报的这第1版的一个文章。你当然觉得他应该要讲张幼霞跟刘振利嘛，是不是啊？这篇文章没有讲到张幼霞、刘振利。谈什么呢？谈苗华跟何卫东的腐败。是。那我们看完觉得很奇怪了，你明明2天前才抓了这个，抓了张幼霞跟刘振利，就现在你不这个2天之后你文章出来大讲说什么没有豁免权，不是抵罪权，就你不是指责这个张幼霞跟刘振利，你回头指责苗华跟何卫东。你至少应该把这个张幼霞跟刘振利带一下吧，带都没有带，那回去骂那2个人。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说这个不对劲，因为中共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中共宣传呢一向是抓得很紧的，他一向是很绵密的这样铺陈，一路上下来，
所以今天我要对付你的时候，我3篇文章、5篇文章或3天4天的这社论呢，都对你像文革一样，叭叭叭就把你打倒了。那你现在这样打什么意思？所以当时我们就很纳闷，我们怎么回事？好了，然后27号到30号呢，大概差不多5天的时间呢，报纸上当然也有批这个张耀霞跟刘振立，但坦白说调门比较低，比较轻，所以一个可能就是不想把事情闹大，一个可能就是反正已经结束了，没有问题了，好，那我们就过去了。然后不一样了。1月31号到2月1号到2月2号连续3天文章的画风一变。31号又在批反腐斗争，然后说军队要支持党中央决定。我们都是久读人民日报的，是，然后久读这些大陆文宣的，突然在这讲说军队要支持党中央决定，你觉得什么意思？有人不支持党中央决定，有人不支持，对不对？一定是有人不支持党中央决定，他们这样讲嘛。好，那所以我们看了这个怪了，前面你这个轰了1天，然后过了2天之后，你去轰苗华跟这个何卫东，然后就低调几天之后，你突然间又来轰了一下，这个就怪了，有人不支持哈。那2月1号又说什么我们现在这样做是体现了坚决打赢军队反腐败斗争的什么攻坚战、持久战跟总体战的决心意志。这3个战呢，又把第1天那个话又拿它再讲了一遍，但是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你说这篇重要吗？也很重要，因为它有重复的话。说不重要吗？它又很难这样讲。好，那2月1号、2月2号就去了。2月2号呢，那社论就讲说，全军呢要认识大势，就认清楚这个局势，认识大势，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强军胜战上。我们前面讲过，中共非常注重宣传，通常是这样。他强调什么就表示他缺少什么。拼命讲团结的时候，表示党内很不团结。对，我们都知道嘛。过去这么多年报纸我们都已经读惯了，我们晓得了。现在说全军要认识大势，要把全部心思跟精力放在这个强军跟胜战上面，表示说有很多人没有认清楚大势，没有认清楚这大势。大势是什么呢？大势是党中央的决定。党中央的什么决定呢？把张幼霞跟刘振立拔下去的决定，这叫大势。所以大势不是反腐败，大势是把这2个人整掉了。你要怎么看？这是党中央的决定。这个党中央的词呢，我们有空再研究一下。然后说把全部心思跟精力放在强军胜战上，表示很多人现在心思不在这个事儿上。当然不在这事情上了。你10月多拔掉了这个几个将军，现在1月份又拔掉了2个最大的这个将军，你叫军队怎么把心思放在强军胜战上？军队这些高阶将官呢，反正大家有心性的将官呢，都要想说，下一波是谁啊？下一波会不会扫到我啊？我2个月前才跟他吃过一次饭，那个饭局会不会出问题啊？你一定会这样想嘛。所以你的心思当然不会放在强军胜战上面嘛。那我们也晓得，像中共过去发生这种事情，历来呢地方都要表态嘛。是，那个从文革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然后这个邓小平那时候在斗华国锋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啊。然后最后看说，我这边中央这边文章一出来，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摆在很显眼位置啊。那当时说要整华国锋那边什么实践检验真理的文章，那就不是头版头条，它是摆在比较低级版的、比较不太显眼的位置上面，实践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可是大陆这些到了一定层级以上人呢，你对政治斗争都有一定敏感度的嘛。所以你看了这篇文章，虽然它不在头版头条，然后署名也不是说特别这个什么中宣部啊，或者什么中宣文啊什么之类这种文章。你就也不是说什么良校啦什么，他有人就读出来了，就觉不对劲。所以很快，当时我们就看到，哇，各省跟各大军区开始表态这个我觉得这样的，我赞成实践检验真理啊，或者我赞成2个凡是啊什么的，啪，就是所以干什么？开始列队嘛。那这就奇怪了。这次照理你说苗华何卫东下来，大家应该列队一下没看到怎么列队，因为报纸上也没怎么批判。张耀霞跟着刘振立事情出来之后呢，你看报纸刚刚讲说已经反复这样子来回拉锯了，地方上没有表态，
至少到我们现在截稿为止没有表态。5大战区没有人出来讲，军种兵种没有讲，集团军没有这样讲，只有个别单位很模糊的讲一下，我们认清楚大事啦什么等等，就这样讲这东西。照理现在就是说，你不发一篇重磅文章，你不发一个几千字重磅文章去响应一下中央，你好歹发个2分钟的视频啊，你也只要侃侃而谈一下也行啊。沉默本身就是不正常，是，所以我们认为沉默本身就是软抵抗。好，那现在回到你刚刚讲的问题，你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兵变？我不能排除兵变的可能性，但现在看起来几率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确定中央很多人的不服气呢，这真的，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些在中共政治圈里面呢，就是你习惯在一定层级上在单位里头呢，要有我们系统的代表。是，你其实中共从建政开始，就是历届的人大什么都有一定的军方的代表，那一直到这个政治局常委很少有了。到了政治局的时候，一定都有军方代表，那或者1个或者2个，甚至多说3个都会有的。那现在没有了，都被你拔掉了。几个政治局委员何卫东啊什么，现在都被你拔掉了，而且没了。一个就是军队人可能不服气，第二就是你抓张又侠，我不服气。是，所以这有两种可能。我的感觉就是目前比较像在观望，而且不是2月4号的时候，就前2天嘛。人大常委会临时开了1天的会议，然后也没有特别宣布议程，所以大家判断都是借着的会呢，把这个张又侠跟刘振立的人大的这个代表给拔掉了，然后把那个军委委员拔掉了，大概就是这样，国家军委委员拔掉了，大概就是这样。这个当然他没有公布过，我们这样判断了。所以这些事情加起来，尤其是军报这些文章的来回这样反复呢，我们觉得它反映一件事情：军中呢。抵抗的心非常强，然后观望的心非常强，也就是大家现在呢都还没有强烈的表态，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可能后续问题会比较大。是，老师刚才提到这个表态跟那个宣传的重要，其实呢从列宁创党开始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当时俄国在打第1次大战嘛，列宁就说啊，这个宣传是战场上最重要的工具。后来呢，这个其实宣传不只是战场上工具，宣传自己就是一个战场。对，所以后来这个以前呢，我们在跟老师学习了，因为这个共产党有个很有名的文章，中国叫反对党八股。实际上共产党道道地地就是党八股，就是党八股，就是党八股，好像是八股党。这些文件呢，这个意义呢非同小可。而且像刚刚老师提到，就是说这些批章批流的这些文件照理说呢，如果说各大军区各部队呢广泛学习、认真学习，就没有必要掩盖。对，不只是掩盖，还要大书特书啊！对，如果他们在大幅学习，好的认真体会这精神意义的话，那这有什么好这个掩盖的？这反而是要大书特书，因为所谓学习都是一个表面，谁都知道里面都是写什么，重点是那个表现的学习的形式。大家坐在这儿，哇，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居然也没有啊！老实讲，这的确是蛮奇怪的，这的确奇怪。有些中共党史的书呢，就是说呢，这个林彪呢当时想要造反，但实际上林彪到底有没有造反，这当然可以争论。可是毛泽东呢跑遍这中国各地呢，就跟各省这些将领还有这些省委呢，就是这个交心，带领大家唱3大纪律8项注意，唱国际歌，就是要把这个人心抓回来。据说呢，林彪那时候呢认为说广州军区邝任农是他4野的人马，那他必要的时候呢就跑到广州去背靠南方对抗北京，据说是这样。结果呢，毛泽东一个说法得到了这个消息，就这个南方跑得特别勤。后来呢，据说是邝任农呢召开1000人大会解放军指战员这个团级以上1000人大会，就是拥护毛主席。林彪一听坏了。表态了，南方不能去了，南方不能去了，所以呢，就最后就是去山海关往北方飞。那所以这种东西什么时候什么人表什么态，其实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我想这个就是刚才老师给我们提示的，对，一点都不错，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当然除了我们持续观察之后散放出来的政治讯号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到底抓了谁谁被抓了，抓了多少个。那据这个目前官宣呢，就是说呢，这个张又侠、刘振立，这个是官宣已经抓了。可是呢，张又侠的全家，还有其他人像萧天亮啦、钟少军啦，还有其他的将军，到底抓了多少人？
还有人说呢，连这个习近平的家属也被反抓了啊！这当然，这个很多消息莫衷一是啊。不过抓来抓去呢，老师来评估一下说，这后续呢影响会有多大？这些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像蔡奇啦、王小红啦，这个王小红政治局委员嘛，这些也都被广泛的提到啊，也说这些人，有人说他们还在位，有时候他们已经垮台。好，那这是不是也请老师呢给我们看一下，说到底之后有可能要怎样的发展？当然就是就像你说的，我们最近听到的谣言很多。这个第一个官方的版本都抓2个人，那我们后来听到传闻呢有几个版本，一个就把那个刚刚你说的萧天亮跟钟少军抓了，一个是国防大学的校长，一个是政委或前政委等等。那一个说法是把张瑞霞家人全抓了，再一个说法是抓了17个将军。不管这些消息是真是假呢，那反映一件事情，是政治斗争，是而且会很惨烈。确定就是这样的。那中共一般这种斗争呢，通常都是株连的了，是通常都杀全家了。所以为什么才这几年出现这么多裸官，就是怕说，到时候我一下不保守，我的家人什么全都没了，然后说所以先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所以前几年或这几年了，都还在进行当中。不是说习中央不断的要求这高官，你们子女全部回来吗？全部回中国大陆吗？那也就是你不要给我跑到外面跟这干裸官啊！你在这边干裸官，让家人全部跑掉了，那表示你你的忠诚度有问题嘛？好，那现在回到这个事情上来，这个现在到底抓了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按照这几年来的规律，或按照这一贯的规律来说呢，它株连范围一定非常广。光说我们上次讲说苗华跟何卫东的事情，你看一下子就连到7个上将。后面绝对还不止的了，因为这都是一波一波来的，所以光是我现在光说军方哈，光说军方后面的冲击一定非常惨烈。你觉得他真的就是这2个家伙贪腐吗？因为你看到他说他什么践踏跟破坏了军委主席负责制，这话就不是一般的话，是对不对？然后说是不是拦路虎跟绊脚石？哎。你把这么多拦路虎跟绊脚石摆在那边摆了这么久，是，那你没有责任吗？大家都问这个问题，你没有责任吗？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后面军方的这个清洗呢，一定非常惨烈。所以我刚刚讲说，反正带星星以上的这些，大概都会很担心。那甚至就到大校或上校，大家都很担心。你刚刚提到2个人非常有趣，一个蔡奇，一个王小红。一般人是不太提到这2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次说抓一个说法哈，说抓这个刘振立跟抓这个张瑞霞的呢，不是军方动手，理论上一个军纪委抓嘛，是理论上军纪委那个时候抓那个徐才厚、郭伯雄都是军纪委去抓呀，然后都出了什么10几张军卡，从家里拉了什么多少东西出来啊，说带了几天几夜没带完什么之类的。那这是为什么是蔡奇跟王小红呢？因为用的不是动手抓人的，不是军纪委，是动手抓人是蔡奇用了中央警卫局，好像说用了什么中纪委，然后王小红用了这个公安部，然后蔡奇又动了国安部，动了这些非军系的人马去抓了军方的人，这就很奇怪了。所以蔡奇跟王小红呢，当然我们这样看哈，可以这样说，文革红人是文革红人。文革完了之后会怎么样，你就不知道了。是啊，所以蔡英文现在呢，现在当然炙手可热。如果他们抓的话，当然炙手可热。但是如果这个事情过去了之后，那就后门就很难讲了。他到底是狡兔死走狗烹呢，还是说将来他才是真正动手去对付习近平人？你还真不知道。啊，所以现在对你这2个人呢，先做这个评论。那我觉得后面政局的动荡呢，应该不止于此。所以我前面为什么我讲说，它除了冲击武官之外，会冲击到文官呢？我们常常会，我现在看到很多这些评论呢，就是好像军系的就只谈军系，其实不是的。从习近平角度来看，如果他们这个破坏跟践踏的军委主席负责制，谁给他的雄心豹子胆来碰我这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是吧？哦，他跟我是发小就可以这样干了啊，他老爸跟我老爸很熟，他就这样。不是的，习不会这样想。凡是在中共政治圈里面斗争斗久的人，他不会这样想的。他一定认为他背后还有人，是他的逻辑一定是这样子，他背后一定还有人。然后他甚至想说，他背后呢，恐怕不只是军人，
他一定还有文人在那儿。那有哪些文人能够攀得上张幼霞跟刘振立这种层级的军头呢？你觉得有谁呢？文人当中有谁呢？你想想，温家宝啦，曾庆红啦，胡春华啦，甚至汪洋跟李元朝啦，或太子党啦。这太子党可能不在这个军中的，也不在这个政府不在党政里的，在商界里面的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背后搞鬼啊？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他那疑心病一发作就没办法的了，就没办法，因为这个你到那位置，而且你想想看，他这10几年整了多少人？光将军100多号啊，那文官呢是这个上百万号。你觉得他自己认为他结的仇家不够多吗？你认为他觉得说啊，这次我处理张幼霞就只是处理军队吗？背后没有文人吗？好，那如果他想到这，他下个问题就是我抓不抓？温家宝啦、曾庆红啦、汪洋啦、李元朝啦、胡春华啦，这家伙我抓不抓？我都抓吗？还是我抓几个，然后放几个？好，那下个问题就是我要抓他们大家也知道了。或他们也想到了，至少他也开始担心了啊，甚至包括王岐山在内，他们开始担心了，他们会不会先动手对付我呢？他们会不会动手对付我呢？他们会不会串联呢？那有没有这消息？有啊，现在有消息说张幼霞的这个没有公开罪名之一就是他曾经跟文人的元老见过面，那这个已经被以前拿出来讲过了，所以就是按照中共斗争规律来说，绝对不会停在这里。第一是军方的这个会清洗下去，第二就是可能会扫到文职官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刚刚你讲到的红二代是会不会扫到红二代？张幼霞大家说是红二代的代表啊，那现在他打下去了之后，那会不会触动到红二代的这种警惕心呢？所以这些家伙会不会联合起来对付我徐某人呢？这些都是他担心的事情，所以我才讲我说事情呢大概不会这么单纯，应该会复杂得多。是，我想呢，这个老师刚刚就提示到，就是这些重要的这些文官呢，因为这些人是能够站出来的人嘛，是这个党指挥枪这个原则在中国大陆应该还是很确定的，就军人不会直接发动军事政变，像我们智利的皮诺切啊，还是这些就直接军人呢，还是朴正熙啊这种的，直接这个或者巴基斯坦对由巴基斯坦由军改政，对不对？就变成了总统，这个大概不至于。所以文人第一个有名望。第二个有正当性，所以呢，这个而且很多是有政绩，是有政绩至少相较于习近平我相信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呢都有不同的看法。像我最近在网络上就看到很多这个以前的一些老的一些影片，什么江泽民的影片啦，李克强的影片啦，温家宝的影片啦，这些影片突然就被大家翻出来了这个我相信这个其实都是在借古讽今吧，对比嘛。对比是对比，所以还有说这个胡春华呢，这个是政协副主席什么到云南去调研，结果云南日报发了他的调研的消息，因为他毕竟也是政协副主席，可是很快的呢，中央没转发，很快又把他就撤掉了，对所以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讯息都在现在这个非常的多大家都有很多的猜测。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回到比较确定的讯息，就是这个解放军报说呢，这个张幼华像刚才老师说的，就是这个是什么拦路虎啦，要挤去这个战斗力的水分啦，随时准备打仗啦等等。那说老实话，这些话就好像我个人觉得就好像当年公布林彪571工程纪要一样，就是林彪的罪状。结果大家一看林彪罪状，觉得说这怎么共产党自己打自己的脸啊？因为林彪571罪状就说这个毛主席呢什么农村也搞不好，这也搞不好，那也搞不好，个人大搞个人崇拜如何。那我们那时候这个台北的情治单位就说这公共怎么可能公布这种自打嘴巴的言论？可是后来还是真的公布了。所以现在有人说这挤去战斗力水分等等，代表以前战斗力水分很大。那你这个军委主席负责到现在战斗力水分很大，显然这对习近平都不是有什么好处的不过不管怎么样呢有人说呢，这个如果张幼霞真的是被定性为拦路虎，那他拦了什么路呢？有人都说可能是习近平打台湾。那他现在下来之后呢，是不是这个习近平打台湾的这个可能性呢，是不是有所增加？是不是扫除了阻力？是不是也请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刚好，因为以前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做过很简单论断，叫做短多长空。是。
那么也就是这个的话，当然不准确了。我们只借用一个术语来形容一下那个状态。讲的准确点就是，一般我们会认为，你这样清洗完之后，你马上要打台湾了，那几率应该比较小。是因为比较熟悉的你不是一天到晚吹牛说何卫东最懂得怎么打台湾吗？就把他拉到中央军委来，就因为他太懂打台湾了，所以这个人不重用不行。当时把他吹到这真的是上天入地呢，无所不能。现在突然间又变成了，上没有说他是拦路虎，那现在张二侠这些人变成拦路虎，这不是很奇怪？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把这些人清掉之后，上来这些人理论上应该接不上来了吧？对不对？你不可能说马上就接得上，讲就很上手。所以当初希特勒敢跑去打苏联呢，很重要原因就是史达林你把那些高阶将官都清洗的差不多了嘛，没剩下几个人，剩下朱可夫那几个人嘛。所以看来你就不能打仗，哎，果然希特勒至少出战胜利嘛，这是事实了哈。所以如果说你这样的把这么熟悉这个军队事务的或者台海事务这些将领都全部拔掉之后，上来这些人呢，要么就是唯唯诺诺的，要么就是这个反正你说什么就干什么的那种人，就是基本上不敢有太大动作的人。那这样的话，坦白说，如果没有一个真正懂军事或懂军事人不敢讲真话的话呢，那比较不那么懂军事，习近平呢误判打台海风险的几率会上升。但是并不是说他马上会开战，因为他晓得这个马上开战恐怕也不行，大家要过一下。所以我们说短多的意思就是在短期之内他打台湾呢恐怕不容易。那为什么叫长空呢？长空不是说一定打台湾，而是说把它放到中长期来看的话，打台湾的几率相对增加，我们只能这样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记得那时候习近平理论上到2017到2022年应该下台，所以他2022年之后拿到第3任嘛，这20上拿到第3任。当时一个传说就是他跟中央讲的说，我有办法拿台湾，但你要给我第3任。给我第3任，我就办法拿台湾。所以我从22年干到27年呢，我保证了把台湾问题解决了。好，那如果说这个当时是条件的话，那现在第3任快要结束了，明年就要结束了，所以你是不是能够拿出绩效来呢？那拿不出绩效怎么办呢？有拦路虎啊，是本来我是要打的，结果这2个家伙，这2个拦路虎呢，然后一个是拦路虎，一个是水分，所以我没办法打。就不是我的错。现在我把拦路虎打掉了，把水分挤掉了，那再给我5年，再给我1任，这样讲至少是个说法吧？对，那个党中央听我不知道啊，但是至少它是一个说法。好，这第一层。第2层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从2012年上台到现在，我打了这么多贪官，文武都有，我得罪了很多人，我能不能下台呢？我下台之后安全不安全呢？所以看起来最好不要下台比较好。那不下台要有过硬的理由啊，过硬理由就是给我第4任，因为我一定可以把台湾问题解决掉。然后刚刚跟你们讲了嘛，有拦路虎的水分嘛，所以现在把拦路虎打掉，把水分打掉了，把水分挤掉了，你们给我第4任。表面上呢是拿打台湾做第4任的借口，实际上是不敢下台啊。这样讲呢可能比较准确。当然，你说张二侠可能懂军事，或者懂得美国的这些军力、日本军力，他不敢打，你可以理解的。那有没有呢？可能就是少壮派呢？第一呢，他想上来，当然晓得上去很危险啦，因为看到前面都倒掉了。但是你已经到了少将跟中将，你会不会跃跃欲试呢？我相信总有这种人啊。那会不会有人去讲说，把张二侠拔掉是对的？他老了，他怕，他不敢打仗。就像这个春秋战国的，就不很多老将军这样被干掉了嘛，就让我们少壮派来，比如说这个，秦赵长平之战的那个，赵国的那个赵瓜说这个前面那些老将的都不行，那我行，好，我怎么样，所以少壮派说张二侠老了，他怯战，他不敢打。更重要一点就是张二侠老到呢，他不懂得新武器了啦，是。新武器跟新战法加上 AI， 他不懂，我们懂啊，我们能打。
你觉得习近平听完之后会不会有一点点相信呢？会的，是，对不对？会的。你要我现在去学新的电脑，我都犹豫一下。习近平这个年纪，我相信也差不多嘛。那对他来说，有没有机会之窗呢？他觉得还是有的。第一，川普这样搞的话，好像得罪了很多人，看起来有点机会。而且第二呢，川普如果说我4月份跟他见面，我这个表面上跟他签了一个贸易协定之后，突然间过了2、3月，我来个回马枪，我跟你说，我撕毁合约，你川普其中选举不要选了。我把你川普打到跛脚之后呢，我说明打台湾机会之窗就来了。他可能真一步棋正在这样算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从他角度来说，有没有这可能？当然有这可能。那反过来说，你觉得美国算到这个没有？我猜也算到了，我猜也算到了。所以双方现在就在这个棋盘上下子。那我们台湾的人呢，一方面看着黑白两子在这边呢，一手一手的下。我们在旁边在盘算说，我是棋盘上的子儿呢，还是我在旁边观棋的人呢？还是我可以影响到其中某一只手，甚至影响到2只手呢？我们来盘算这件事情。但这事儿呢，我想应该这样了。习近平当然会认为说，我希望能创造个机会之窗，我真的非常想打。但是坦白讲，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习近平不能打台湾的客观因素跟国际因素呢，基本上没有改变。他主观上可能这样想嘛，但客观因素没有改变，所以只要他回到原来的逻辑的话，大概打台湾几率呢还是很小的。虽然他的动机可能会比国际强很多，所以动机跟真正动手做这件事情呢，中间还是有很大差距。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我想呢，这个打台湾这件事情呢，习近平整高阶将领呢，这个无论张又侠还是刘振立最后定性如何？至少这段时间，他们跟他们所有的这些周围的幕僚啦，这些他们提拔过的人，跟他直接有上下关系的人，一定是都被查的对象。当然，对，是不管他们最后如何定性，所以在他们被查的过程当中，他们肯定不可能回到原来的工作，所以这段时间一定是停摆的。那这毫无疑问。然后呢，这个少壮派将领，不管是什么人得到习近平怎么样的信任上来之后呢，也不可能坐到这个位置上的第一天就打开保险箱，这个拿出命令说我要打台湾这点官僚机构一般来讲都有这个学习的过程。而且呢，如果以前张又侠时代的计划你照单全收，你直接往上送，那我相信这不是计划能不能用的问题，是忠诚问题。那你不要命了。所以一定这东西我上个月才看过，你又送给我。是，所以一定肯定要改的不管怎么样，标点符号也好，什么都改一改。这个在任何国家官僚机构大概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些东西呢，当然就像老师说的，这对打台湾讲当然是短多了。但是长期看来呢，就是你中国内部的形势、国际形势会不会因为你中国内部张又侠倒台、刘振立倒台这件事情，就算习近平得到了最后的斗争的胜利，可是呢，你中国内部的形势、国际形势并不会跟着你习近平转，我甚至可能还更加恶化。因为如果你习近平得到了最后斗争的胜利的话，中国内部的经济会更好还是更坏？我想大家都有判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当然了，我相信这个美国也好，台湾也好，也都会密切的注意的这个习近平跟着整个中共的这个发展，也不会让他也真的有为所欲为了。如果真的能为所欲为的话，我相信一切的讨论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是对但当然我相信最后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说中共内部的这种独裁政治越演越烈。所以不管谁得到了最后斗争的胜利如果呢你没有走向自由民主啦、政治改革啦，我相信这些事情恐怕只是一个周期性的，又会再发生。而且它应该是一波一波来，就像我们这几年讲的嘛，我们前面讲说后面会一波，后面你看一波波来了，我们所以整体判断呢，应该就你刚刚说的那斗争周期和规律呢会再回来。是，就好像这个四人帮垮了，华国锋赢了，没几年之后他又被邓小平斗了，又下来了。所以我相信呢，这些只要开始斗了，那这个就不会说是我主观意志想停斗，想胜利就能够停斗，就能够胜利的。我相信这个是很难的。当然我们呢还是希望说呢，这个中国能够政治改革，不要让这么多的人民呢总是这经济有问题，然后这些社保有问题，甚至还有器官这都安危都有问题。我相信这绝对也不是一个这个政权，还是说谁得到什么胜利这个在历史上呢都还是要面对最终的裁判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这个闵君老师呢对我们这个
个张幼霞下台的问题做的最客观，而且最符合逻辑的分析，不是听传师说我听到了什么事儿这我相信这个当然不是说绝对不正确，而是我们现在呢对他的证据更需要像老师这样子符合逻辑，而且这个中性客观的判断。所以非常谢谢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观众。好，那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当然还是保持持续的关注欢迎我们观众朋友呢这个今天的收看那个欢迎给我们批评指教，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会。好，谢老师，哪里够不完的啦，这个不可能的，而且开始斗了，老实讲就停不下来了，表面和谐撕破了就。对，所以当时文革结束之后呢，当时他的判断就是后面一定一波波来，所以后面不是搞林彪四人帮吗？然后不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嘛，这一波波的下来嘛。所以当时其实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的资历比较浅，还没看得那么准，所以当时有个感觉就是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呢？一个直觉就是毛泽东死呢可能会是一个阶段，的确是毛泽东死了之后呢，好像文革基本就平息下来了。可抓四人帮呢，坦白说，我们情报局有人看到了，他情报局长不是每个月出一本吗？我就看到有一篇社论，就毛泽东死是9月9号嘛，是那个社论是10月初出来的，9月底10月初出来的，10月6号四人帮被抓，是他在四人帮被抓前大概1个礼拜多，他讲说高层会激烈斗争然后不排除什么这个什么他叫做干部派还是务实派我忘了，他用那个词，然后会斗争文革派什么等等讲得很清楚。后来就这样发生了，就这样发生。他是我看到第一个很准确预言到说四人帮可能会出问题的人。是，这就回到你刚刚讲那句话，就是一波一波来，那到了那一波就基本定下来。所以你刚刚说华国锋跟叶剑英联手把四人帮抓了，事情停啊，没有停下来，因为还有个邓小平要复出的问题，所以又引发下一波嘛。所以这个我看还是这个还有一阵子一定还有一阵子。而且习近平就算赢了好了，这些人全部都被他拿下了，那之后呢，还是要面对这些人要定性你也要找到这些人找到新的人补这些人的位置那新的这些人补了位置之后，难道就能够得到他的信任吗？还有一个问题，你这种年纪，你要不要安排储军的问题是，对不对？是。我刚刚我们不是在讲吗？如果说苗华跟何卫东是张幼霞干掉的话，那武官这样斗，文官也这样斗，斗什么？斗席后嘛。是。席后面的天下是谁的？那文官系统是谁？武官系统是谁？特务系统是谁？每个系统现在都在斗都在等着说就要想下一波。所以你讲，他体制就这样子，跑不掉的了。而且不安排储军下台之后，习近平下来或者是之后，那被清算的一定更惨了。他一定要想办法储军，他只是说现在能不能讲而已，是对不对？他一定把他摆在某个位置上面，但问题是到最后你斗不斗得出来？像这个毛泽东不是留了2支储军吗？邓小平留2支储军，那为什么？因为我不晓得谁会赢呢。所以我留2步棋。那如果习近平够厉害，他应该留2步棋。现在就是我们要看这2步棋嘛。是，谢谢老师。哪里？